在印度和尼泊尔，我见到了这种非常特殊的景点——烧尸庙。在没有进去之前，以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来看，我觉得去参观这样的地方多少有些奇葩，甚至不太道德。直到我去了第2次烧尸庙，我才明白，除了猎奇，它还教会了我怎样去面对人生的告别。往这里面走呢，就是尼泊尔还比较特别的一个景点哈，叫烧尸庙，很多外国游客都会来到这里啊。这里也被评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。一走到离这个烧尸庙还有一段距离的地方，看到这一排啊，全部都是像那个景点外面卖一些旅游特产的地方。而现在呢，我也看到有好多当地人哈都来这里，就好像是聚会，来这边逛公园一样。穿过纪念品一条街，买完门票，还未进入烧尸庙，刺鼻的浓烟就已经扑面而来，似乎在提醒着即将进入烧尸庙的人们提前做好心理准备。悲痛大哭的母亲，虚弱无力的父亲，默默擦泪的亲友，眼前的一幕幕勾画出这是一位生命戛然而止的年轻人。最后的仪式由男性亲友们一一完成后，便是残酷的点火燃烧，一个人在这个世界留下的最后痕迹，一点一点被火焰吞噬湮灭。火焰升腾而起，这位母亲忍不住再次放声大哭，氛围沉痛到了极点，我也不禁湿了眼眶。虽然素昧平生，但这一刻人世间的悲是相通的。这个尼泊尔的这个烧尸庙啊，其实它就是主要是集中在我身后这条河的一侧，这条河会最终汇入恒河，也就是这个在印度教中他们神圣的母亲河。所以之前我在印度的时候，恒河边啊，瓦纳纳西这座城市旁边也看到有很多的这个烧尸庙，所以说在尼泊尔他们的这条河边也会有很多的烧尸庙。在他们的信仰中啊，就是人死后在恒河边火化，然后把自己的骨灰投入到恒河中，这样的话他们就会进入下一世的轮回。河边分布着诸多四方平台，24小时不停歇的燃烧，高种姓使用上游平台，平民使用下游平台。然而规则、等级、制度在生死面前不过是虚有其表，不管是上游还是下游，都是一样的点火、燃烧、熄灭，暗喻了人短暂的一生。其实来到这儿之后啊，就感觉到这边的氛围跟我之前想象中其实不太一样。在河的对面呢，基本上就是一些逝者的家属啊，还有一些工作人员。那边的气氛相对来说会要更低沉一些、低落一些。但这边的话，看我身后好多人啊，就感觉这边就像是一个河滨公园一样，他们这些人就好像来这边是来休闲，来这边看热闹一样，就特别的淡然感觉。这里就像是一个普通的路边公园，与逝者家属难掩的悲痛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围观者的淡然。有父母带着孩子来河边闲坐，有年轻人来河边约会，有老人来这打发时间，有小贩在这叫卖食物。生与死好像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，孩童不会害怕，老人无需忌讳。在这个烧尸庙的这个河边哈，看到了有一头牛。这个牛呢，是一头黄牛啊，应该是这个印度教中的神牛。我在其他地方，其实在路边也看到过很多牛，应该说是流浪牛啊，都有的，大部分都是非常的瘦啊，甚至是皮包骨。但是这边的这个牛呢，非常的壮啊，应该是有人定时来投喂，然后它也非常的淡定啊。这头牛呢，也没有绳子拴住它，它就站在这个桥上一动也不动啊，所以很多路过的人都会来摸一摸它，非常的温顺啊，沾一沾这个神牛的这个好运气。走在连接两岸的桥上，我发现污浊的河里漂浮着各种燃烧未尽的东西，居然有人在淤泥里努力翻找着什么。在尼泊尔这边的习俗哈，就是逝者来这边火化之前呢，嘴里会放进一颗金珠。每天都是有很多的逝者需要火化，所以说这边在这个河里头啊，经常能看到像我身后那样的人啊，他们在这个河边的淤泥中啊，反复的在掏着东西，想从这个淤泥中啊掏到那个死者嘴中的那些金珠。尼泊尔烧尸庙，一个非常特殊的景点，在很多地方我们能透过景点观光触摸历史的足迹，
拥抱自然的壮美，享受人间的美好。而这里却是一堂珍贵的课，猎奇之下教会我们如何对待生命的告别。就像时钟上的某个节点，该来的始终会来，某个节点过去了，时钟依旧不会停。那我们不如拥有时重重拿起，失去时轻轻放下，认真又豁达地过好这一生吧。